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正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演。川普重返政治舞台中心后，华尔街投行的预警清单里，加关税、贸易摩擦都排不上前列。最让他们心惊肉跳的是川普反复念叨的那句“美元太强了，我们卖不出东西”。在川普的认知里，强势美元是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罪魁祸首。美元购买力太强，导致美国商品在全球市场失去价格优势，工厂只能外迁，就业岗位流失。他坚信只有人为压低美元汇率，让美国货变便宜，才能吸引制造业回流，让美国工厂重焕生机。但在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缘财经棋局里，川普可能漏掉了一个致命细节。美元的强势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支撑美国35万亿美债的信用基石。如果你亲手捅破美元的估值泡沫，动摇全球对美元的信任，那还有谁会心甘情愿为这天文数字的债务买单？就在美国朝野为弱势美元政策争论不休，美联储陷入降息与否的两难时，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与中东石油王室早已悄悄布下了一张围绕黄金的财富陷阱。今天，我们就层层拆解这场货币博弈的核心。为什么川普眼中拯救美国工业的救命良药，最终可能沦为刺穿美元霸权的致命毒药？要理解川普的弱势美元逻辑，首先要打破一个延续数十年的财经共识——鲁宾教条。上世纪90年代，美国财长罗伯特·鲁宾提出强美元符合美国利益的核心主张。这一观点此后成为美国两党共识，贯穿了多任总统执政时期。鲁宾的逻辑很清晰，强美元能吸引全球资本回流美国，压低国内通胀，同时巩固美元作为全球唯一储备货币的地位，让美国得以极低成本发行美债，支撑国内经济发展与全球战略布局。在这一教条指导下，美国通过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控美元与石油的深度绑定，构建了以强美元为核心的全球金融体系，享受了数十年的铸币税红利。但川普的回归彻底终结了这一共识。在他的商业思维与政治诉求里，鲁宾教条早已过时，甚至成为美国制造业衰落的元凶。川普认为，强美元带来的资本回流大多流入了华尔街的金融市场，推高了资产泡沫，而非流入实体经济。与此同时，强势美元让美国出口商品价格高企，在全球贸易中失去竞争力。中国、墨西哥等国家凭借廉价劳动力与弱势货币，抢走了美国的制造业岗位。他的执政经历让他更加坚信这一点。2017年上任后，他就多次抨击美联储加息导致美元过强，并向美联储施压要求降息，试图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压低美元汇率。此次回归，川普的弱势美元计划更加明确且激进。根据其团队披露的政策构想，川普不仅会再次向美联储施压，推动大幅降息，甚至不排除直接干预外汇市场，通过卖出美元买入其他货币的方式，人为压低美元指数。他的目标很直接，让美元对欧元、日元、人民币等主要货币贬值10%、-15%，以此降低美国商品出口成本，吸引跨国企业将工厂迁回美国，重振铁锈地带的制造业，同时通过出口增长缓解美国的贸易逆差。但从财经本质来看，川普的这套打法是典型的重商主义思维，本质上是想用19世纪的贸易保护手段解决21世纪的债务危机与产业困境。重商主义的核心是通过货币贬值、贸易壁垒等方式追求贸易顺差，积累贵金属财富。这在工业革命初期的封闭经济体中或许可行，但在全球化深度融合、
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今天早已行不通。川普忽略了一个核心前提，美元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其汇率高低，更取决于全球对美元的信任度，而这种信任恰恰是美国能够无限量发行美债，维持35万亿债务规模的核心基础。他只看到了弱势美元对出口的短期利好，却忽视了这一政策对美债信用、美元霸权的长期毁灭性打击。美债正是川普弱势美元政策最致命的命门，而全球主要债主正在悄悄撤下支撑美债的梯子。川普或许没有意识到，弱势美元与美债信用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弱势美元意味着全球各国持有的美债资产会随着美元贬值而持续缩水。对于持有海量美债的中国、日本、沙特等国家而言，这相当于被动承受资产损失。而当损失达到一定程度，理性的选择必然是抛售美债，规避进一步的贬值风险。最新的财经数据已经释放出强烈的减持信号。中国作为美债第二大持有国，近年来持续缩减美债持仓，从2018年峰值时的 1.32 万亿美元降至2025年3季度的8600亿美元左右，减持规模超过4600亿美元，持仓占比也从曾经的 12% 降至不足 6%。 日本作为美债第一大持有国，减持趋势同样明显。2023年以来，已连续18个月减持美债，持仓规模从 1.2 万亿美元降至目前的9800亿美元，首次跌破1万亿美元关口，且减持节奏并未放缓。更值得关注的是，沙特等中东产油国作为石油美元体系的核心参与者，沙特的美债持仓从2020年的1840亿美元降至2025年3季度的1020亿美元，减持幅度超过 44%， 创下近10年新低。除了这些主要债主，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央行也在加速抛售美债。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央行美债抛售规模达到 1.2 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美债的海外持有占比从2015年的 4%15% 降至目前的 32%， 这意味着美国需要依靠本土投资者消化更多美债，而这必然推高美债收益率，增加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更反直觉的变化是，美债的资产属性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过去，美债是全球公认的无风险避险资产，每当全球地缘冲突、金融市场动荡时，资本都会涌入美债寻求避险。但现在，美债正在从避险资产沦为风险资产。核心原因在于美国债务规模的失控增长。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突破3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 GDP 的 128%， 且债务增速持续加快，每100天就增加1万亿美元。债务利息支出已超过国防预算，成为美国政府最大的财政开支项目。这种失控的债务增长让美债的信用风险持续上升。投资者开始意识到，美国要维持债务循环，只有2个选择，要么通过通胀稀释债务，要么通过美元贬值赖掉部分债务。而这2种选择都会损害美债持有者的利益。此前，全球投资者之所以容忍美债的规模扩张，是因为美元的强势与全球储备货币地位让他们相信美元资产能够保值增值。但如果川普主动推动美元贬值，就相当于打破了这种信任，让全球债主彻底失去持有美债的动力。一旦市场形成美元贬值加美债抛售的预期，就可能引发全球性的踩踏式抛售。各国为了避免资产缩水，纷纷争抢着卖出美债，导致美债价格暴跌，收益率飙升。美国政府融资成本大幅上升，甚至可能引发美债市场崩盘，
进而传导至全球金融体系，引发系统性风险。就在美国沉迷于印钱、发债、贬值的循环时，俄罗斯、中国与中东国家早已看清了美元的致命缺陷，悄悄挖好了围绕黄金的财富陷阱。这个陷阱的核心逻辑很简单，美元是有主权属性的，随时可能成为地缘政治制裁的工具，而黄金是无国界、无主权的硬资产，既无法被冻结，也无法被稀释，是动荡时代最可靠的财富锚点。俄罗斯的遭遇成为唤醒全球央行的关键一刻。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联合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了史上最严厉的金融制裁，冻结了俄罗斯约3000亿美元的海外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是美元、欧元资产。这一行为让全球各国深刻意识到，将财富锚定在美元等主权货币上，存在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即便你没有违反任何国际法，只要与美国的战略利益相悖，就可能面临资产被冻结、被没收的风险。此后，俄罗斯加速推进去美元化，并疯狂增持黄金。俄罗斯央行的黄金储备从2022年的2300吨增至2025年的3100吨，黄金在其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从 20% 升至 45%， 成为全球黄金储备占比最高的央行之一。同时，俄罗斯还推动能源贸易用本币或黄金结算，与中国、印度等国达成协议，用卢布、人民币或黄金支付石油、天然气款项，彻底摆脱对美元的依赖。中东产油国的转向更是对石油美元体系的致命冲击。作为石油美元体系的基石，沙特等中东国家长期以来将石油出口收入兑换成美元，并大量购买美债，形成了石油、美元、美债的闭环。但近年来，随着美国能源自给自足能力提升，对中东的战略依赖下降，以及美元贬值带来的资产损失，中东国家开始加速摆脱美元束缚。沙特率先打破传统，2023年与中国达成协议，部分石油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2024年，沙特又宣布将石油出口收入的盈余资金不再大量购买美债，而是换成实物黄金，同时在国内建立大型黄金储备库。截止2025年3季度，沙特的黄金储备已从2020年的323吨增至580吨，增幅超过 80%。阿联酋、卡塔尔等其他中东国家也纷纷跟进。一方面扩大非美元结算的能源贸易，与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建立本币结算机制；另一方面大幅增持黄金。阿联酋的黄金储备从2020年的126吨增至2025年的290吨，卡塔尔从37吨增至95吨。中东国家的集体转向意味着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石油美元体系开始松动，美元与能源贸易的绑定关系被逐渐削弱，而黄金正在成为中东国家新的财富储备核心。中国的布局则更加长远且稳健。中国央行连续18个月增持黄金，从2023年初的2068吨增至2024年3季度的2436吨。虽然此后暂停了增持，但黄金储备总量已创下历史新高，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从 3.8% 升至 5.2%。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黄金增持并非简单的资产配置，而是与去美元化、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深度绑定。一方面，中国通过增持黄金提升外汇储备的抗风险能力，对冲美元资产的波动风险；另一方面，中国推动黄金与人民币的联动，在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人民币计价的黄金期货、期权产品，吸引全球投资者参与，逐步构建人民币、黄金的定价体系。
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硬资产支撑。所谓的黄金陷阱，本质上是一场全球财富储备体系的重构。当美国还在玩印钱、发债、贬值的纸币游戏，试图通过稀释债务解决经济问题时，俄罗斯、中国、中东等国家正在悄悄将财富从美元资产转移到实物黄金上，构建起一套不依赖美元、无法被制裁、难以被稀释的财富锚定体系。这个陷阱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并非主动攻击美元，而是通过构建替代选项，让全球资本在美元信用受损时有了新的避险方向。当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黄金而非美元时，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自然会被削弱，美元霸权的根基也就随之动摇。这场货币博弈的最终结局很可能是全球货币体系进入混乱期，金本位的幽灵重新回归，而川普的弱势美元政策将成为压垮美元霸权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川普执意推动美元贬值，全球金融市场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去杠杆化浪潮，各国为了规避美元贬值风险，会加速抛售美元资产，减少美元储备，全球美元流动性收紧，进而引发全球资产价格重估。未来的全球货币体系将面临两大方向的博弈，一是电能美元 Electrodollar， 即围绕新能源产业构建的货币体系。随着全球能源转型加速，电能正在取代石油成为全球工业的核心驱动力，而中国在新能源产业链中占据绝对优势，掌握了动力电池、光伏组件、特高压设备等核心硬件的生产与标准制定权。如果未来全球新能源贸易采用美元结算，美元或许能维持其霸权地位，但如果中国推动新能源贸易用人民币结算，电能人民币将成为美元的强劲对手。二是黄金背书 Gold 减 backed 货币体系，即各国央行将货币与黄金挂钩，或大幅提升黄金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构建以黄金为核心的多元储备体系。目前已有多个国家开始探索黄金背书的货币机制，俄罗斯、伊朗等国甚至推动在双边贸易中用黄金结算。这种趋势如果持续蔓延，将彻底打破美元的垄断地位。无论最终走向哪个方向，川普的弱势美元政策都将引发不可逆的后果。他想通过美元贬值赖掉一部分美债债务，缓解国内经济压力，这在短期内或许能看到一定效果，比如出口增长、制造业回流迹象，但从长期来看，这一政策将彻底摧毁全球对美元的信任，让美元失去作为全球唯一储备货币的地位，进而丢掉美国赖以生存的铸币税特权。要知道，美元霸权带给美国的最大红利，并非出口优势，而是能够以极低成本发行美债，向全球转嫁经济风险，通过印钞收割全球财富。一旦美元失去储备货币地位，美国将无法再轻松融资，35万亿美债的利息支出将压垮美国财政，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也将失去资金支撑，帝国的衰落将不可避免。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这场50年一遇的货币大变局既是风险也是机遇。在美元信用受损、美债风险上升、黄金地位回归的背景下，传统的资产配置逻辑已经失效，必须及时调整策略，才能守护好自己的财富。结合这场博弈的核心逻辑，我们从实物资产、美元资产筛选、现金管理3个维度，给出具体的财富建议。第一，拥抱实物资产回潮，将黄金、白银及优质大宗商品作为财富护身符。在债务膨胀、货币贬值的时代，实物资产具有不可替代的保值功能，能够有效对冲通胀与货币信用风险。黄金作为核心的避险资产，
其货币属性将持续凸显。随着全球央行增持、地缘冲突加剧、美元信用削弱，黄金价格长期上涨趋势明确。投资者可以将黄金作为资产组合的压舱石，配置 15%、-20% 的实物黄金。黄金 ETF 或黄金矿业股票既能对冲风险，又能分享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白银作为平民黄金，兼具工业属性与金融属性，在新能源、电子产业需求增长与避险需求推动下，性价比优势明显，可适当配置 5%、-10%。此外，优质大宗商品如原油、铜、锂等，作为工业生产的核心原材料，在全球经济复苏与新能源转型需求支撑下，也具有长期配置价值，可通过大宗商品基金、期货等方式参与。第二，筛选优质美元资产，避开高债务杠杆板块，聚焦具有全球定价能力的美国顶级科技股。虽然美元面临贬值压力，但并非所有美元资产都值得规避。那些具有全球竞争力、现金流稳定、掌握核心技术与定价权的美国顶级科技股，依然具有配置价值。这类企业如苹果、微软、谷歌、英伟达等，业务遍布全球，能够通过海外市场盈利对冲美元贬值风险，同时其核心技术与品牌优势形成了强大的护城河，即便在经济波动中也能保持稳定的盈利能力。更重要的是，这些顶级科技股的股票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准货币，具有极强的流动性与保值能力，能够在美元资产波动中抵御风险。而对于那些高债务杠杆、过度依赖本土市场、缺乏核心竞争力的板块，如传统制造业、房地产、高负债金融机构等，应坚决避开。这些板块将成为美元贬值与美债风险爆发的重灾区。第三，做好现金管理，通过跨币种对冲规避弱势美元风险。在弱势美元预期下，单纯持有美元现金将面临持续贬值压力。投资者需要通过跨币种配置分散汇率风险，可以适当配置欧元、人民币、日元等主要货币资产，比如购买这些货币的定期存款、货币基金，或配置以这些货币计价的优质债券。股票对于有跨境投资需求的投资者，还可以通过外汇远期、期权等金融工具锁定汇率，对冲美元贬值带来的损失。同时要保持充足的流动性，预留一定比例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以应对市场突发波动带来的机会与风险，避免因资金链紧张而被迫在低位卖出资产。此外，投资者还需要密切关注全球地缘政治动态、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美债发行与减持数据、各国央行黄金储备变化等核心指标，及时优化资产配置策略。在这场货币大变局中，市场波动将成为常态，盲目跟风、追涨杀跌只会导致财富缩水，唯有立足长期敬畏趋势、理性配置，才能在风险中把握机遇。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一个帝国的衰落通常是从它的货币失去信用开始的。从罗马帝国的金币贬值，到英镑的全球霸权衰落，再到如今美元面临的信任危机，货币信用的崩塌往往是帝国衰落的前兆。川普想要一个弱势的美元来拯救强势的美国，这在逻辑上本身就是一个悖论。美元的强势是美国全球霸权的核心支撑，失去了美元的强势与信用，美国的全球影响力、经济竞争力、债务可持续性都将无从谈起。我们正处于50年一遇的货币大变局前夜，美元霸权与黄金硬资产的博弈将决定未来全球财富的分配规则。在这场博弈中，没有永远的赢家，
只有顺应趋势的智者。美元的衰落或许不会一蹴而就，黄金的崛起也可能伴随波折，但时代的大方向已然明确，主权货币的信用正在被削弱，实物资产的价值正在回归，全球货币体系将进入多元竞争的新时代。如果你手上有100万，你会选择买入美债收息，还是买入黄金压箱底？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选择，并写下原因。是相信美元霸权能够延续，还是看好黄金在大变局中的保值能力？让我们共同探讨这场货币博弈的未来，在交流中深化对时代趋势的认知，守护好自己的财富。这场大变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对于普通人而言，认清趋势，顺应趋势，在美元信用的衰落中规避风险，在黄金与实物资产的崛起中把握机遇，才能在全球财富重构的浪潮中站稳脚跟，实现长期的财富增长。未来10年，货币体系的重构将持续上演，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博弈将更加复杂，但只要我们坚守理性，敬畏趋势，就一定能在变局中守住财富，在时代中实现成长。